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五一档谁是票房冠军？王一博还是古天乐？对于五一档，说实在的，相较于最期待哪部电影，我更期待每部电影的票房多少。今年五一档的预售不太理想，虽然《九龙城寨》点击上，但与其他7部电影加起来，预售才是 1.62 亿，而去年同期《长空之王》一部电影的预售就高达 1.15 亿。与之相比，今年的五一档未免有些暗淡，更别提《长空之王》最终票房 8.5 亿，人生路不熟则破10亿，累计 11.84 亿，为五一档历史第3高。前2位是悬崖之上 11.91 亿，后来的我们 13.61亿。而根据今年的票房走势来看，破10亿的片子估计没有，能接近《长空之王》的 8.5 亿就算不错了。一是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，差不多 4.58 亿。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大规模点映，可口碑一直没起来，评价基本2极化。有说动作炸裂，根据预告来看，确实够颠够狂，有郑宝瑞打底，洪家班坐镇，底色应该不会差到哪去。但一说剧情十分无聊，兄弟情全靠台词说，既然是部爽片，故事可以平淡点，只要从头到尾动作过瘾就行。只不过古天乐加港片，这2个元素拼在一起，难免让人等同于烂片。毕竟古天乐从2002年正式进入电影圈至今，平均每年稳定贡献2部烂片。目前《九龙城寨》全网主流平台累计传播人次 28.76 亿，高居新片榜榜首，尤其是抖音达到了 27.37 亿，也是所有影片里最高的。然而如此高的热度，票房走势却不怎么相配，宣发也一直没有主打口碑，侧重点反而是演技多么厉害，演员多么敬业，情谊多么热血。从中可知，片方应该也明白该片的质量撑不起高票房，最终票房应该是怒潮 2.29 亿的2倍，这是年轻版九龙城寨，即 4.58 亿。猫眼专业版和灯塔关于该片的票房预测则是 2.2 至 4.5 亿与 2.2 至 5.14 亿，基本差不多。二是维和防暴队5亿上下。维和防暴队没有像九龙城寨一样搞点映，而是全方位的借势片中的2大顶流黄景瑜跟王一博，因此在数据方面尽管比九龙城寨逊色一点，但也不缺热度。可因为其是压了几年的作品，又进行了删减和补拍，在流畅度上持怀疑态度。但根据王一博去年3部电影的票房成绩来看，维和防暴队极有可能成为五一档票房冠军，与九龙城寨一决雌雄。影片内容来自真实事件，过程只要炸炸炸，打打打，爽爽爽，不整刻意牺牲煽情那一套，基本就能过关。许多观众进影院图的就是个轻松愉悦，只是大盘整体趋势不太好，维和防暴队不一定能带起来，所以其最终票房应该在5亿上下。猫灯预测为4至 4.5 亿和 3.07 至 4.5 亿。三是间谍过家家代号白2亿左右。间谍过家家的目标受众很明显，但市场也比较窄，主打女性和2次元，很难扩展其他路人盘。上映前1-2天票房不会低，过后就逐渐下降，因为粉丝大批量进场，后续的长尾效应不足，票房就跟不上了。与其他新片同台竞技，间谍过家家并不是人尽皆知，宣发也没怎么出力，估摸着有1多半人连阿尼亚都不知道是谁。这类片子就算评分不俗，票房上限也不会太高，这是粉丝向电影最大的制约之处。可横向对比评分 8.0， 票房 3.15 亿的罗小黑战记间谍过家家的票房应该为2亿左右，猫灯预测是 1.3 至 2.5 和 1.3 至 3.42 亿。
4是哈尔的移动城堡 1.5 亿左右。因为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口碑分裂，宫崎骏在内的美誉度受到了一定的影响，战败还是反战败的论调比以往都高。尤其是在民族情绪日常高涨的当下，哈尔的移动城堡必定会受此牵连。再加该片除了零散配音与 CP 相关，几乎看不到什么宣发。在各大主流平台的传播人次也就在小红书勉强能破亿，其他平台都排在末尾。依照宫崎骏之前在内的上映老片的票房来看，该片应该也就 1.5 亿左右，猫灯预测都是 2.5 至 3.5 亿。5是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，1亿上下。本片在微博的累积热度排名第一，但去年的多部电影证明，短视频才是如今电影宣发的主流，下沉不到3、4线城市，票房就不会高。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，恰恰就是这样的片科生，点映了几轮，可愣是没有什么口碑反馈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。杨幂和于谦又没有一个人能扛票房，杨幂还因哈尔滨1944演技受潮，票房前景堪忧，大概率几千万一轮游或1亿冒头，猫灯预测皆为 0.8 至 1.8 亿。6是末路狂花钱2亿左右。这是一部与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同类型的电影，都在玩蹭经典影片片名的热度。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沾了春节档期的光，拿下了 26.27 亿，但其本身质量并配不上这个票房。末路狂花钱同理，片方放出的预告片和相关片段突出了2个字：闹与乱，全靠一锅烩的乱炖来制造笑点，极有可能是部烂片。可又因其是5·1档唯一一部纯喜剧，这玩意儿又是市场的刚需，只要能让人发笑，票房就能过亿。何况去年5·1档的烂片5.8分的《人生路不熟》都有11.84，所以末路狂花钱的上下限都挺高。姑且预计最终票房为2亿左右吧，猫灯预测都是 1.2 至2亿。7是穿过月亮的旅行 1.5 亿。撤档又重新定档上映的片子，票房一般都不会太高，穿过月亮的旅行也逃不过此劫。导演李蔚然的作品基本都是在及格线附近徘徊，上一部电影是宣发诈骗的，是神令穿过月亮的旅行依然走了这一路子。2位主演胡先煦和张子枫，2个人都有另一半，张子枫还被拍到多次半夜出入对方小区。可宣发主打的竟然是2个人在拍戏时特别清纯，不会接吻，拍完后还各自耳根子红，根本不能让人信服。电影内容是纯爱，想要演员带纯爱，一点都不相符，而且该片的受众集中于女性，对于想要仪式感的情侣吸引力比较大。至于其他路人可能不那么感兴趣了，破亿不难，但也就仅此而已了。预估票房 1.5 亿，猫灯预测 1.8 至 2.2 亿和 0.6 至 2.2 亿。剩下的猪猪侠大电影将会是5·1档第一个炮灰，最终票房又个几千万就不错了。总体来看，今年的5·1档确实比较寒酸，电影公司看起来没什么钱，宣发阵容跟去年比差远了，影片也都不具有大片气质，600亿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啊。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